你有玩过测谎工具吗？那种说谎后被电一下的恐惧感，让真心话大冒险变得超刺激。但测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警调人员在办案的时候又是怎么测谎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测谎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犯罪类的影集当中呢，测谎常常是破案的关键。接受测谎的人身体呢，可能会接上各种测量仪器，然后测谎专家呢，就好像有读心术一样，可以透过一连串经过设计的问题，配合仪器上面不断跳动的数据曲线，犀利的找出真相。而在现实社会当中，测谎也是警调办案的利器。刑事警察局呢，还有调查局等等机关都有专门负责测谎的专家。但是前几年司法院提出的刑事诉讼法修法草案当中，竟然规定测谎证据完全不能用来认定犯罪事实。到底测谎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让法院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呢？那今天的影片呢，我们会先介绍测谎的原理跟操作方式，接着探讨测谎应用在法庭当中的各种争议，对于司法院的草案，各方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不过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听过伯利欧吗？伯利欧是 polio 小儿麻痹的音译，同时也是彰化的小儿麻痹关怀协会。他们正在照顾一群小儿麻痹患者以及各类型的身心障碍者，透过成立庇护工厂、职训也和日常照护中心等等，帮助这些朋友取得稳定的收入以及友善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不过，因为目前的工厂和照顾中心受到了租赁限制，场地有限，也不是专为身障朋友量身打造的，所以伯利欧决定自己规划一个更理想的无障碍空间，同时包含了长照安养、庇护工厂、职业训练等功能。如果你愿意支持他们，一起协助身障朋友有个家，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伯利欧家园的小额或长期募款计划吧。要探讨测谎的议题首先让我们来聊聊测谎的原理。一般来说，一个人说谎之后，可能会因为害怕紧张、罪恶感或者压力，产生心跳加快、呼吸加深、汗水增多、肌肉紧张、血压增高等等的情形。而测谎的原理就是透过测量这些生理反应来分析受测者到底有没有在说谎。举例来说，呼吸还有心脉都是测谎当中常用的测量标的。而由于汗腺的分泌、血管的收缩与舒张都会影响到皮肤的电阻，所以呢，皮肤导电度也是测谎常用的指标。好的，那既然测谎是测这些生理反应可想而知呢，测谎仪就是由呼吸脉搏测量器、皮肤导电测量仪等等的生理讯号侦测的设备组合而成的，然后再经由电脑的运算，把结果转化为曲线图呈现在荧幕上面。不过，警调人员在操作这个测谎的方式，其实不只是这么的简单。简单来说，测谎的操作流程可以分成准备、施测以及分析这3个阶段。首先呢是测前的准备，这个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评估这个案件是否适合进行测谎。测谎人员们呢会收集案件的资料，审查受测者的身心状况，确认测谎的目的还有重点，并设计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测谎的这个结果的准确性进行测谎的人并不是侦查人员，而是其他跟案件成败无关的中立人员。他们的定位呢就像是鉴定专家，利用专业的技能去测试并解读结果。而第二个正式施测的阶段呢，会在专业的测谎室里面进行。测谎人员呢会先跟这个受测者晤谈，说明他的这个权利义务，客观的讨论案情的争点。而这边的目的之一呢是建立双方的信赖关系，以利后续的流程。接着，受测者呢会穿上测验的装备，接受提问。首先，他们会询问控制组的问题，例如说当天的天气基本资料等无关事实争点的问题。而施测者呢就会观察他的这个生理反应，记录下来作为后续分析的基准。接下来呢，测谎人员会询问关键的问题，例如是否认识某人、是否收受了赃款等等，观察生理反应是否有显著的变化。如果是特定问题的这个反应呢偏离了精准值，可能就代表受测者说谎。而这个阶段的关键呢，是测谎人员如何设计编排问题。经验丰富的测谎人员呢，会运用技巧还有题组的编排，反复的验证受测者对于关键问题的反应，判断他说谎的可能性。而在主测验结束之后，测谎专家呢会分析结果，做出鉴定的报告。这个报告会对每个关键问题列出4种判读结果：不实反应、无不实反应、无法鉴判跟无反应。其中前2种呢就是俗称的说谎跟诚实，而无法鉴判或者是没有反应的状况呢，通常是生理反应的讯号太微弱或者受到干扰，以至于测谎专家无法判断这边有没有说谎。
那这边有个重点是每个问题的结果会需要分开来解读，有些问题呢可能有说谎，但有些问题不一定，所以怎么样问问题，怎么样设计顺序，怎么样解读都非常的重要。那在台湾比较早期的判决当中，有超过70%的法官呢会接受测谎的证据，把测谎的结果拿来当作判断犯罪事实是否构成的依据。不过后来有越来越多的法官觉得，如果法庭要采用测谎当证据，那就要有更严格的标准要求，比如说测谎的设备场地以及人员的专业度要达标。那最近几年呢，有越来越多的法官拒绝采用测谎证据。事实上，过去法律呢也并没有明文规定说测谎能不能够用，以及要怎么用。那在大家意见不一、法律规定也不是很明确的状况之下，前几年监察院就曾经要求相关机关要改善，而后来呢，司法院提出的草案更是让侦查机关跳脚。当时司法院表示，在考量测谎的争议之后呢，应该要直接排除使用测谎结果来当作是证据。那目前这个草案还没有通过，但如果通过的话呢，法官就不能够采用测谎证据来认定事实，测谎的使用范围就只剩下提供侦查方向而已。那当然，这个草案引起了很大的震撼以及争议那这边我们先来看看支持司法院的观点。有部分的学者批评虽然有研究证实测谎技术的准确度大约落在70%到90%之间，但这些都只是在实验室当中的结果。在侦查的实务上面，测谎技术的准确度就会低到50%以下，跟用猜的差不多。而且测谎的结果呢，也缺乏了科学实验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那就是再现性。一个严谨的科学实验呢，必须要能够稳定的被再现，但是测谎却不是这样子。受测者呢，甚至可以透过训练骗过测谎人员，像历史上面就有很多测谎失准的例子。像是1980年代苏联 KGB 的双面间谍阿米斯呢，在美国中情局卧底的时候，就曾经2度通过了测谎试验。在美国呢，有个叫做巴兹菲的人，就因为无法通过测谎，被误判了谋杀罪。后来他在服刑的期间呢，就努力的钻研测谎技术，后来竟然成为了专家。在一场实验当中，他利用15分钟的时间，向狱友们传授如何通过测谎。就27个受测者当中呢，竟然有23个人都顺利的通过了测谎。这个例子呢，就被很多人认为测谎其实非常不准，甚至可能造成了很多的冤案。而在台湾最著名的就是江国庆案。当初江国庆呢，就是因为没有通过测谎被遭判的死刑。后来呢，案件虽然平反，但他早就已经被枪决过世了。对于修法草案呢，作为最常使用测谎的单位，法务部调查局强烈的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调查局认为呢，测谎是对一个人的生理以及心理在进行鉴定，这些本质上面就很难有再现性。那虽然批评者都强调测谎可能造成冤案，但换个角度来说，测谎也可以是拿来证实被告的清白啊。如果全面禁止，那是不是会让无辜的人少了一个证明自己的工具呢？而且那些测谎出错的案例多半是很久以前的历史案件，现在测谎技术已经更进步了，出错率不一定会那么的高。调查局强调，测谎是一门应用科学，即使现在有争议，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也会逐渐的改善。如果我们直接立法排除使用，可能会影响这个领域的研究能量，让它难以进步。而这边调查局呢，也举出了其他国家的例子，比如像是德国、美国与日本，虽然测谎争议同样很强烈但他们都是让法庭自己去决定要不要使用，而不是透过法律来明文禁止。所以调查局就认为呢，与其立法直接禁止测谎证据，不如让法官自己来考量测谎的各种风险，并依照个案的情况来决定测谎证据的证明力。研究完测谎的主题只能说测谎证据这真的是一个超级争议的议题。因为我们团队查到的资料来说呢，实在是很难下定论说测谎到底准不准。但看了双方的攻防之后，我们对于调查局的论点其实并没有到非常认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呢，是我们觉得测谎要能够证明一个人是否是清白的前提，就是他必须要能够准确，不然证明失败反而就可能造成冤案。所以我们认为，在测谎的准确度能够通过科学数据的考验，而且可以达到很稳定的状态之前，它在法庭的使用确实应该要保守一些。不过我们在查资料的过程也发现最近测谎的相关发展越来越多元，比如有研究呢会结合这个神经科学，像是脑波 MRI， 也有加入语言学分析，或是结合 AI 来处理等等。因此未来它会不会有非常突破性的进展，可能也不一定。是不是觉得直接一刀斩断的全面禁止确实也有风险？不过目前司法院提的草案呢，其实也还没有通过，所以现阶段并不会有什么立即的改变。
另外，我们团队呢在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发现台湾对于测谎之所以有这么丰富的讨论，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司改国是会议，包含这次的测谎在内的其他像是被害人权益以及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国民法官制度，都有在这个会议上面被讨论。后来呢，也陆续的有提出修法的草案，甚至成为正式的法律。那当然，草案好不好见仁见智，但我们认为有抛出来讨论呢，就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这些讨论呢都是正视问题的第一步，有可能会推进制度的改变，让我们有机会越来越进步。对了，说到国民法官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做这一集呢，也是因为我们想到，有越来越多的素人可能会上场当法官，那大家有可能都会接触到测谎这件事情。但是测谎的诠释跟使用其实都蛮复杂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非常的需要仰赖鉴定人或者是专家的证人，详细的解释它的准确度以及风险，法官们再因此去做出判决。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支影片呢，来让大家对于测谎有更多的了解。那当然，影片的篇幅呢还是讲的比较粗浅哦，所以呢，如果你有更多想要补充，或认为我们讲的不够精准的资讯，都欢迎在留言区帮其他的观众补充哦。好的，那最后呢，想问大家，对于司法院提出的草案，你的看法是什么呢？支持我觉得如果准确度有争议，那就完全不该使用。B 反对，虽然测谎呢不一定很准但相对其他的工具来说，它还是很有参考价值。所以一半一半我觉得直接全面禁止不是很好，还是给法官个案判断吧。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关注测谎的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国民法官制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